嘿，兄弟你好！如果你单身了很久哦，而且你也像我一样哦，是那种所谓的内向 I 型人的话哈，那么你一定会有以下这种感觉。我相信哦，你一定在公共场合会有过这种情况，就是哦，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就是哦那种完全是你的菜的那一种，你心想哦，她的感觉哦，那个气质很好诶，我好想跟她聊一下哦，要是她可以成为我的女朋友就好了。结果你开始在你的脑内开始模拟一套对话剧本，可能哦就是如果我走过去，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呢？会不会很尴尬呢？如果他只是礼貌笑笑的话，然后气氛变得很尴尬、很糟糕，那应该怎么办呢？还是不然我干脆就在这里等他往我这里看，然后给他一点暗示，我在过去会不会比较没有那么突兀呢？你有很多的头脑风暴，然后你犹豫来犹豫去，终于在你还没有决定下定决心行动之前，女生已经站起来离开了那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这也代表原本可能可以发展成情侣的机会，就这样子被你用等的等没了。这种情况其实对于 MBTI 里面的这种我们这种内向型的 I 人来说是不能说这不能说很熟悉，简直太有即视感了，对吧？所以你看作为 IT 男的我是一个 IT 男，我自己对这个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熟悉的。所以今天我就想通过这一个影片告诉你，内向不擅长社交的我们这一类型 I 人也可以认识到美女的方法。OK， 只要你用对这个方法，其实完完全全不是问题。Hello， 你好，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作为一个同样也是内向的这种 I 人OK， 我知道可能看起来你觉得有点不像 ，OK， 不过我们这一类 I 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对社交活动的那个兴趣不是那么大的，因为毕竟《魔物猎人》真的很好玩对不对？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就造成我们很多时候可以找到很多一大堆的理由待在家不出门。但是如果这样子一直不出门的话久而久之，我们对于社交就会从没兴趣变成不擅长。其实这也是导致很多时候我们会更加不敢社交的那个原因尤其是面对女生的时候。因为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感受的，很多时候我们变得不擅长社交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很害怕会说错话，导致整个场面可能会变得很难看。所以很多内向的兄弟包括曾经的我，其实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在行动之前在脑袋里面预演的太多，预演次数太多了，一直想，太过在乎结果，太过完美主义，结果导致自己犹豫的太久，然后错过了机会。再不然就是可能最后受不了这个内向的压力 ，OK， 社交的压力，而且可能在很多陌生人多的环境里面我们会感觉真的那个压力山大，因为我们会想不知道要说什么，该说什么好，到底要讲什么东西，要聊什么，甚至可能就是要怎么就是走过这一个尴尬。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尤其面对女生的时候，我们真的可能不知道该聊些什么，该讲些什么才适合，甚至可能我们会连就是感觉要怎么样走过去，怎么样接触对方，我们都会就是感觉会很尴尬，所以我最后受不了就放弃了，就这样子就是让那个漂亮的女生永远消失在你的生命里面。但是其实我需要告诉你一个关键信息，就是主动不代表就是你是需要变成那种遇到谁都要去讲话的那种外向社交王的，你只需要找到适合我们内向男生的那种主动方式其实就可以轻轻松松认识到更多女生的。所以在今天这一支影片里面呢，我会告诉你3个超级适合我们这一类内向I 型人的这种人去认识陌生女生的方法，让你不需要在面对被拒绝的风险，也可以认识到很多你的菜。OK， 好，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讲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我自己自创的，叫做纸条开场法。OK， 如果就是你是那种连就是走过去跟对方搭话，你都会感觉到非常紧张、心跳很快的那种内向男，就像以前的我一样。OK， 那么这个纸条开场法是绝对非常适合你的。因为真的它的那个行动方法超级简单就是可能当你在咖啡厅看到一个，或者奶茶店也好，看到一个让你感兴趣的女生的话，
你可以拿出一张小纸条哦，上面可能就大概写一下 ，OK， 为什么他会吸引到你的注意，还有为什么你会用这种方式去跟他做一个接触，还有就是问他方不方便可以聊2句。OK， 然后你把这些内容都写好之后哦，你就把纸条放到他桌上，然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就是直接回到你的座位上，你的位置上面去，等待女生给你反应。OK， 大概就是像你看到的这样子。那好，我过去你那边。其中一本的。OK， 我要回去做东西了。你有WeChat吗？有，还是有。哦，你有 Instagram。很特别的名字呢，真的很特别的名字。OK， 我 follow 你啊。OK， 这样子好，我先回去做东西。OK，nice to meet you。See you next time。OK， 你看，其实很简单，对不对？OK， 其实这样子做它是有几个好处的。首先第一个好处呢是它可以降低你的紧张感，就是你不用就是直接走过去就是站在那里就是要跟他说话，要跟他攀谈这样子你可以避免掉就是你太紧张而说错话。然后第二个好处呢，就是你给女生选择权。OK， 选择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她没有选择权的话，她大概率会拒绝你。OK， 可是当他可以决定就是要不要回应的时候，要不要接受的时候，反而他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当他压力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他接受你的概率就会更高。OK， 然后第三个好处就是没有被拒绝的压力了。OK， 你看就是如果你要怎么样被拒绝，你要站在那里，他直接跟你说 no， 你才算被拒绝嘛。OK， 可是他是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因为你没有站在那里嘛，所以就是他没有机会当面拒绝你，他可能最多从远远跟你这样子摆一个手 ，OK， 所以就是他没有办法当面拒绝你，也就没有人在场会看到你被拒绝的这个情况。OK， 如果他就是看完了纸条，然后他对你点一个头表示 OK 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很自然的走过去跟他开始对话了。OK， 但是如果他没有反应，或者就是他明确的表示拒绝 ，OK， 那其实也没有关系 ，OK， 至少就是你不用承受那种被拒绝的那个尴尬嘛。你要做的就是可能你就继续滑手机看书就好了，当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或者你可以像我一样左看看右看看，看还有没有属于你的菜。OK，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非常适合我们 I 人的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参加那些小型的那种互动型活动了。OK， 如果就是你真的觉得就是可能搭讪陌生女生，你觉得太难的话，太困难的话，那么其实你是完全可以就是借助参加这种活动让环境去帮你创造互动机会的。OK， 那么要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你要找到并且选择那种就是可以那种一个人也可以参加，可是很容易就是可以自然产生互动的那种活动。首先比如就是可能我很喜欢去的蛋糕啊、咖啡的那种手作课、那种工作坊就是你花个钱，然后你就可以体会那个过程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女生，尤其是年轻女生都是很爱参加这种体验的工坊跟课程的，而且通常在学习的过程中都会有那些小组互动，一般上不会没有。然后第二种可以尝试的活动呢，就是那种宠物公园活动了。OK， 就是可能一个公园里面有很多那种宠物爱好者聚集的那一种。因为如果就是不管你有没有宠物，当然有的话最好，不管你有没有 ，OK， 你都是可以去到那种场合去跟大家互动的。而且那里其实很多的单身女生都会养狗养猫，不然你觉得她单身日子要怎么过？所以在那里你是可以很自然的跟女生聊起一些狗狗猫猫的那些事情的。OK， 所以你看在这一种场合下其实你是不太非常需要的很积极的主动的，因为环境会自动帮你制造很多话题，还有互动的理由，还有契机，让你们你跟女生就是可以很自然的就能够开始聊天。所以就是你参加这种活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要尽量放松 ，OK， 不要太有目的性，然后专注在这一个活动上。等到女生可能就是跟你对到眼神，有眼神交流的时候，你就给女生一个微笑，然后可能你顺势就丢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OK， 我们可能就拿那个工作坊哦，那个体验课为例好了。可能你可以跟女生讲一下，你的作品比我好看很多，你应该不是新手了对吧？你应该来了蛮多次了。OK， 这样子哦，其实话题就打开了。OK， 然后你看是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互动方式？然后我后续的互动啊，你就同样可以用很轻松的方式这样子聊下去，就 OK 了。OK， 第3点最重要的一点，你千万不要让你的打扮出卖你的直男属性。当然，老生常谈，我又要讲外观的问题了。听好，我讲的是外观，不是外表。OK， 外表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外观是可以通过打扮来改变的。同样，我讲过很多次哦，就是你是不需要就是打扮得很像模特儿的，完全不需要。你也不需要要求自己变成或者很像吴彦祖的。这些都不需要，但是你至少要做到几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弄一个就是适合你自己的发型。你不要就是顶着那一个就是你平常去上班的那一个像海草一样的那个很乱的头发出门。真的，至少就是你去找一个就是比较专业的设计师、发型师，让他帮你挑选一个适合你的脸型的那个发型。OK， 然后就是该出门的时候出门去，不是上班的时候你就把那个发型弄好再出门。当然还有第2件事情，就是要每天洗脸，要保养皮肤啦。OK， 不要让你的皮肤看起来整个油油腻腻的，然后整个就是看起来就很老的那种感觉，好不好 ？OK， 保养真的非常重要。OK， 然后第3件事情就是你的穿搭真的不要随便，真的不能随便。OK， 你不需要穿名牌，你完全不需要买任何名牌。可是你不能就是那一种。你衣橱打开，你连看都没有看，随便就拉一件，然后就穿在身上的那一种，不可以，真的不行。OK， 你至少要稍微花一个5分钟这样子去搭配一下。你穿一件可能好看的衬衫，配一个长裤，配一个拖鞋，其实就已经很 OK 了，都已经很好看了，至少会比你平常好看5倍以上。会要这样子做的目的会要在乎我们外形的目的是因为避免你在女生这眼里他看你第一眼就有那种邋遢宅男的那种形象 ，OK？ 因为我们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就是宅男这个标签在女生眼里是真的很扣分的，就好像我们眼里的那个公主病一样 ，OK？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不要让女生看到我们的第一印象是那种邋遢宅男。不然你就很可能你就永远卡在递纸条的那个阶段，然后女生拿到你的纸条，女生看一下你 what the fuck， 然后女生就跟你不要，很惨对吧 ？OK， 但是我知道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想问，那就是那我现在如果终于敢开口了，那么我接下来跟女生要怎么聊呢？OK，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困扰的话，那么你现在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就是马上点击资讯栏或者置顶留言区里面的那个 URL 报名我们这一个已经有超过1万多名单身男性参加过的这一个免费脱单策略直播课程。因为在这个直播课程里面我会教你3个很简单但是很实用的聊天框架。就是简单的讲，就是你不需要尬聊，不需要硬聊，你不需要一直想要聊什么，要聊什么话题，让你可以很自然聊出那种暧昧感，聊出就是他对你的心动。我知道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很难，不过其实我真的要告诉你，这个是真的每个男人都做得到的。只要你愿意跟着我告诉你的策略去做，其实你会发觉就是追到女生，她真的就像开车一样简单而已。而且其实你也不是因为不够高不够帅所以你才单身的，你只是跟我以前一样做法错误而已。所以只要你愿意学习你也是完全可以追到一个真心爱你的女生的。OK，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点击资讯栏或者置顶留言里面的那个链接，在限量200个免费名额被抢光之前马上报名我们这一场脱单策略直播课程。OK，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